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8月4号，星期三，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的节目。我们今天有3个主题：第一，灭霸的响指，习近平到底在做什么？第二个，团灭教培行业的政策已经落地啊。第三个，中国奥运军团的麻烦。我们今天主题主要还是讲习近平到底在做什么。后面2个呢，我看有没有时间啊，我尽量的我们能够控制在一个好的时间范围啊。这2天不断的有朋友来找我聊这个习近平到底在干什么。这个话题其实有一段时间了啊，有一段时间。那么最近我听到的一个比较我觉得很有意思的说法，就是灭霸的响指。就是灭霸是谁呢？灭霸是 Thanos 啊 ，Thanos 是漫威漫画里面的一个超级反派，他是 Titan 的永恒一族啊，那么拥有无法超越的力量、持久力、恢复能力和敏捷度啊，非常厉害，这是个非常厉害，所以他的名字叫灭霸，他能够把霸给灭了。所以他的特点是什么？无情、残忍、卑鄙，然后他这个角色充满了死亡的概念。在这个复仇者联盟啊，复联3里面啊，灭霸收集了6块无限的宝石，用1个响指就能消灭宇宙一半的生命啊。所以呢，到最后灭霸说谁生谁死，一切随机。那么没有高低贵贱，没有善恶，没有正邪，谁摊上就是谁。这有点像什么？这真的很像习近平现在干的事情啊。所以这个响指过后，灭霸就坐在这个山石间啊，望着剩下一半生命的宇宙怅然若失啊。这个场景就是一个这样的场景。那实际上我们看最近一段时间以来，这个大概是从去年11月份蚂蚁集团上市，前几天啊，2号、6号上市，2号康昌一刀砍下去啊。那么这个灭霸的响指就起来了啊，啪响了一下，蚂蚁集团就开始遇到了它。我们不能说覆灭吧，至少蚂蚁集团的命运就变成了另外一个命运。蚂蚁集团现在转变成为一个金融控股公司啊，它遇到了一系列的麻烦，蚂蚁集团啊。然后就是这个响指模式就开始了，然后这个互联网企业开始整治互联网企业只要涉及金融行业就开始大规模的整治，包括小额贷款，包括第三方支付等。总之，互联网企业碰到什么呢？碰到金融行业就是个死，就是响指模式啊。接着干什么？没停啊！互联网企业的麻烦还没有停，继续反垄断调查，一圈下来啊，这个阿里巴巴被处以天价罚款182亿人民币啊。那么开始整治互联网企业的平台模式啊，叫反垄断调查啊。反垄断调查一轮下来之后，开始整治什么？互联网企业还没有完啊，无序扩张，资本无序扩张，什么意思呢？互联网企业把它的优势扩展它的其他的传统行业，全部都要打击啊，这是3下啊。然后到了今年的7月1号完了以后，滴滴上市引发了另外一个又来了一个响指啊。另外一个响指是什么呢？民营企业海外上市要审批，这第一个。第二个，互联网企业海外上市要设置网络安全审查程序啊，这第二个。第三个，好，这2件事情出来之后，打完之后，这个海外市场的这个中概股
血流成河，还没有完，再来一个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啪，团灭教培行业。这个响指又打起来啊，打起来，教培行业35000，一年是35000亿的产值啊。那么有3000亿美元的海外上市企业的市值，然后有1000万人的就业，啪，响指过处，灰飞烟灭啊！这就是，所以你看这一轮响指啊，集中在2个行业、2个领域，第一个互联网领域，第二个领域是教培产业，大体上几十万亿人民币的财富。这几个响指过后灰飞烟灭啊！这件事情就是一个这样的事情。这件事情之后呢，不断的有人找我来聊，就是说习近平为什么要这么干？他富有天下，他现在是一个中国的这个独裁者，他是个独裁者，中国的所有的东西都是他的。我们经常的留言区有人给我们留言。就是关于这个习近平有一个他到底有多少身家那个专题，不断的有人在底下留言，他拥有天下，他怎么会有身家的问题？没有身家，他想要多少钱就是多少钱。在中国，只要在中国领土范围之内的东西，他想拿就拿，这是他的权利啊，他就有这么大的权利，他为什么要这么干呢？所有人都在问这个问题啊。刚才这个五月散人也在我们的这个我发到这个推特上面的这个节目底下留个言，他说我也想知道他在干什么。那如果呢，在某一个领域有某一个政策，出了一些问题，这可以理解啊。那么你说我这件事情没看准，或者是在制定某个政策的时候没有想到会出现这么严重的后果，这可以理解。但是你看，从去年到现在，这个响指模式下来，这不是一个行业，这也不是一个政策，这也不是1-2个月的时间啊，持续了这么长时间啊，那这是一个持续发生的过程，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进程。那么这就不是失误，或者是某一个没看到的问题，这肯定是有意图啊。或者是说他有一个既定的目标，或者我们不知道他这个既定的目标是什么，也可以说它是一个进程。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讲一下这件事情。我们不知道答案是什么，但是我们可以做一些分析啊，提供一个我们思考的一个这个契机啊。我先讲习近平2012年年底上台啊，那么到现在为止已经这么长时间，快10年时间了啊。这10年之内，习近平的大政方针我们给他梳理一下，他都做了一些什么事情啊？从政治上来说，他主要是2个目标，第一个扶贫攻坚，第二个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是习近平在18大上定下来的，我们叫政治任务或者是政治承诺啊。那么这是一个啊，这样扶贫攻坚这件事情有没有完成呢？他说他完成了啊，但是李克强说中国还有6亿人月收入少于1000块啊，月收入少于1000块，那其中包含了大量的这个赤贫的人口啊，所以实际上扶贫攻坚被李克强给戳破了这件事情，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它前提是当然是贫困人口的消灭啊。那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他说我已经建成了，我已经完成这个任务啊。当然他也不会说他没完成。那我们就我们不讨论完不完成的问题，我们只讨论他定下来的政治上的大政方针，一个是一个是扶贫攻坚，一个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啊，我们放这里啊。第二个，社会发展我们大概的梳理一下啊。那么一个新农村建设
新农村建设包含2个话题，一个话题就是厕所革命，另外一个话题就是垃圾分类。这2个话题为什么这么讲？就是这2件事情就是半吊子工程，到现在习近平还说的比较多，但是没什么效果没什么结果，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最近出现了一个国务院发布全民健身运动全民健身计划。我们可以再通过这个想到习近平上台的时候，上来就说要大办足球也没有下文那基本上是这样。然后在2019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一个很重要的文件，这个文件影响非常大，叫《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这个纲要很重要这个纲要其实在塑造什么？在塑造整个中国社会的样貌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我们后面会讲。这是一个另外一个，这个深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然后是浦东新区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这2个动作有没有用？零效果，完全是零效果。因为深圳这个是2019年开始，到现在没有任何的意义零。然后浦东是上个月出来也是零这是2个。还有一个就是自贸区，自贸区是从2013年开始，2013年上海浦东开始，到目前为止，中国31个省有21个成立了自贸区。自贸区是一个没有经济学常识的一个政策，为什么？你把它封起来嘛。如果你是一个中国是一个独立关税区如果你要自由贸易意味着什么？自由贸易你无非是贸易和投资2个主要领域。贸易和投资2个主要领域的话，如果你把全国设立一个很小片的这种区域的自贸区，其实对经济没有任何的意义，只会浪费资源。所以这件事情其实到现在为止，所谓自贸区是失败的，没有任何的意义这是一个。产业政策多了我们不讲几个吧。一个是光伏产业一地鸡毛这第2个是新能源汽车。新能源汽车中国到目前为止没有因为新能源汽车对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对它起到任何的帮助，中国到现在为止没有取得进展还有一个就是芯片芯片的这3个产业政策你可以看一下，都是一地鸡毛除了骗钱没有别的还有一个就是金融创新，金融创新主要是2个领域，一个领域就是第三方支付，第三方支付现在已经成为人民银行要打击的对象。第2个就是 P2P 就祸国殃民祸国殃民在哪里？就是这件事情本身没有错P2P 这件事情是一个非常好的金融创新，但是中国在这件事情在中国把它办砸了。为什么？它没有随着它的发展强化对这个行业的监管。一个没有监管的金融行业一定会一地的鸡毛所以这叫P2P 变成了祸国殃民的一个政策这是金融创新那么你可以看到这一切的过程，整体的大政方针来说，习近平从上台到现在4个字，基本上可以讲到4个字：一事无成。他做的主要的大政方针都是一事无成。但是从进入2018年开始，我们可以看2018年开始，很多事情开始发生变化什么变化？2018年发生了2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什么？第一件事情就是整顿游戏。
有整顿游戏是全行业的整顿，这个级别的这个动作是从2018年开始，2018年就整个游戏行业整个停下来，停下来不发，要进行这个叫什么版号管理。2018年开始全行业监管，这一通下来，游戏行业这一通下来，大概游戏行业失去了90%的市值。所以呢，我们叫权力的韧性是从哪里开始？从2018年开始。2018年还发生了另外一件事情，也是非常的震撼全国的事情。什么事情？范冰冰补税，补了8.9亿的税，然后各个明星开始注销他们原来的公司，然后就开始交税就是规定在2018年12月之前自己去自首，交代自首，总共自查申报117亿税入库了115亿，但当然他最终他没有公布这个演艺圈这个逃税的名单没有公布那就是一个这样。2018年发生2件事，第一个整治游戏行业，第二个整治演艺圈但是2018年为什么他开始做这个动作？2018年还发生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修宪取消了国家主席的任期当然2018年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年份，这个重要的年份什么？习近平的权力如日中天，定一于尊这个话就是2018年喊出来的。所以你可以看到2018年开始权力的韧性开始了，那么国家主席的任期也取消了那么但是呢，其实呢，我们把时间拉长了一看，2019年中国经济就陷入了低迷。2019年发生了2件事，第一件事是什么？第一件事情就是中国经济陷入了一个低迷状态这是第一个事。第二件事，中美贸易战开打紧接着疫情发生折腾了1年，1年还没完就到了什么？就到了蚂蚁集团上市，响指模式就开始了。所以你可以看响指模式就是从去年11月份这个响指模式的背景是什么？几件事第一个背景就是疫情是最重要的一个背景。疫情重创中国经济这个没话讲。第二个，重创中国社会这个也没话讲，全国封停第三，重创这个政府形象，这个没话讲第四，当然最重要，重创习近平他自身的这个政治地位他受到重创。但是呢，习近平这个一事无成，但有一样特长，什么特长？抓权很厉害，他迅速的反击那么亲自指挥、亲自部署这件事情，自己喊出来，他喊出来就把权力抓回来，重新取得主动。所以疫情重创，习近平的这个权力受到威胁地位受到威胁、受到动摇。然后他重新这个反击重新获得主动，这个过程非常关键。所以我们现在讲这个响指模式，它背后到底有什么，跟这个是有关系这是第一个背景。第二个背景，中美关系翻脸。中美关系翻脸这件事情，其实对中国的影响非常的深远，超出我们的想象这是第二个。第三个，那我们刚才讲，习近平在疫情处理的过程当中出的问题，引发他的这个政治地位的挑战，中共党内的这个权力斗争白热化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所以呢，就是我们讲2018年，习近平取权力到了他的顶峰定一尊这件事情喊出来，
然后取消这个国家主席的任期，然后他开始进行一系列的任性的这种行为。那这里面，我认为取消这个这个取消主席任期这件事情，在中共党内就形成的冲击是非常大。原来的党内共识已经瓦解，党内共识有几个很重要的共识。中共党内这个一个集体领导，这是党内共识，这也是邓小平的遗产。第二个，经济建设为中心，也是个党内共识。第三个，防止这个个人崇拜。集体领导跟防止个人崇拜其实有关联，但是它不是一件事。但是你可以看这个党内共识这件事就没有，所以你可以看到，中共现在现在的，你看最新的发展的情况，就是党内共识已经不存在了啊。然后还有一个，我觉得也是很重要，就习近平把权力再抢回来，把他的这个反击抢回来，他的地位，那他就走向了走向全面独裁不回头的路，那是一条回不了头的路啊。这是第三个。还有一个背景是什么？就是经济形势全面恶化啊。那么经济形势全面恶化，社会矛盾激化，那么社会管制、社会治理出现了混乱。这个结果是什么？这个结果就是第一，跑了，社会精英在往外跑，人员往外跑。当然，人员跑之前先把钱安排好了，资金外流啊，这资金外流。第三个还有个产业外流，就是人员、资金、产业在迅速的外流，就跑得了的就跑呗啊。总的来说，这个大的背景是什么？总的来说，大的背景就是过去20年。中国持续上升的势头就结束了，这个大的背景啊。然后中国国运进入了下降通道，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背景。这个背景总的来说是这个。所以呢，习近平获得了一个权利啊，在疫情当中受到重创，然后他再把他的权利再抢回来呢，他再走向了一个什么呢？一个更加激进的道路。这个更加激进的道路表现在哪些方面？内政外交啊。内政，第一，政治上开始走向极端专制主义啊。这个极端专制主义体现在各个领域啊。第一，在党内啊，党内抓权，然后用党去抓政府，党政不分。你看中国改革开放第一件事就是党政分开。党政分开非常重要。他现在的2018年做了一个改革，所谓的改革其实是反改革，就是党政机构合署办公，就很多机构它全部党政穿插在一起，就是什么？党就对政府进行了劫持，把很多政府的决策、政府的权力全部放到党全部拿走啊。这是一个极端专制的一个表现啊。还有一个专制的表现就是组织清洗，不断的在清洗，从中央到地方不断的清洗，组织上换上自己的人。这是第一个，在党内啊，党内抓权啊，党抓政府的权，然后党内开始清洗组织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中央和地方，中央跟地方，中国改革开放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放权。放权是改革的方向。地方政府原来的计划体制，地方政府没有任何权利啊。改革开放的第一件事情就把权力下放给地方。那现在习近平的做法是把所有的权力收回到中央，收权。收权也是强化这个专制主义的一个方式啊。你比如说，他把地税局给取消啊，然后把这个中央跟省级财政权基本上边缘化，中央政府直接把财政拨款直接拨到市县一级啊，中间把省级政府给搁置啊，这是
就是财权事权全部集中在中央政府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政府跟老百姓之间的权利不断的削减民权啊，削减民权啊，这个侵犯政府在不断的侵犯民众的权利民权啊。然后第四个就是个人崇拜啊，个人崇拜最突出的，我们就说别的不说，最突出的一点就是习近平思想研究中心啊，建了17个，到现在为止建了17个习近平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17个，搞个人崇拜啊，这是第一个，就是从政治上走向极端专制主义啊。第二个，经济上啊，经济制度上全面反改革啊。那么第一，深化国进民退啊，基本上地方各个地方都以前都各个地方都会有一些比较强的这种私营企业，各个省都有，各个省都有比较都在培养一些强势的地方民营企业。现在这些民营企业基本上被消灭掉，然后通过混改，通过这个银行资金的调整、控制贷款的控制，通过房地产打压房地产，基本上把这个能够看得到的民营企业，就是比较大一点的民营企业，都消灭的差不多了啊。这是第一个，深化国进民退。第二个，切断中国和西方资本市场的关联啊，那么阻止中国企业海外上市啊，然后再监管中概股，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深化国家安全对产业政策的引领啊，这个很重要啊。产业政策全部都要符合国家安全，那么用国家安全作为一个衡量标准去筛选这些企业的产业政策啊，网络安全审查都是这些啊，这是第二点。改革它不是倒退，经济改革不是倒退，它是反改革，反着做啊，搞什么供销社啊，搞这个在农村搞这个合作社啊，现在在推行合作社，农村的合作社，红农村的合作社就是什么集体经济。那改革开放是什么？中国改革开放是从农村开始，农村开始首先就否定集体经济，联产这个承包责任制，就是单干，不要集体经济啊，否定集体经济，这一系列经济在反改革。第四，社会政策，这个社会政策我刚才讲了，它前面有一个什么呢？叫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这个纲要非常重要。这个纲要呢，它其实对塑造当代中国社会面貌影响非常的大。那你看，那举个例子啊，大家在中国现在看到普遍的唱红歌、穿红服、跳中字舞，什么韶山、井冈山、瑞金成为旅游热点。这都是刚才那个纲要的效果。什么意思呢？这就叫意识形态文革化啊，意识形态文革化，而且文革的文化意识成为这个社会的引领，这个对社会的塑造影响非常的大。所以你可以看现在什么小学生穿这个红军的制服啊等等，这些事情已经成为一个普遍现象，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叫社会政策啊，这就是社会政策。第二个，强化数字集权工具啊，那么用数字集权工具进行社会控制、社会管理，强化对中国人的人身控制，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提高军人待遇，提高公务员待遇，甚至提高部分这个退休人员的待遇，目的是什么？巩固政权啊，巩固政权，这是我的人，这是我的政权基础，把它待遇提高啊，这是第三个。第四个，铲除异己
宗教、少数民族、政治意见那么各类社会，现在所有的社会组织基本上全部已经铲除精光那么只要非我族类都不允许存在。从书文化产品到这种意识形态有别的宗教甚至现在连宗教、连音乐课、连宗教音乐都不能教了，不能出现在教堂。那你想一下，西方的音乐哪一个跟宗教没有关系？那基本上你西洋音乐你都不用教了现在都已经到一个这样的地步第5，狠抓教育。狠抓教育是习近平上台以来一直在做的事情。我说他一事无成，这讲的是大政方针，他一事无成。但是他狠抓教育这件事情成果丰硕。第一个抓师政课，第二个抓这个什么呢？抓这个清理中小大学的图书馆，然后就是习近平思想的教程全面进入小中大学，做这件事情抓教育，然后团灭教培行业这个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这是第3，就是社会政策。社会政策当然还有很多，我们就不再说，我挑几个重点第4，对外政策。对外政策呢，当然第一个最显著的就是战狼外交。战狼外交其实讲的是什么？讲的是强硬的对外政策。这种强硬的对外政策的内核就是挑战西方现行的国际政治秩序，就是否定西方政治秩序的合理性。其实根本就是这个挑战它，否定它，然后在他自己建立一个他的秩序。他的秩序建立在什么基础上？2个，第一个经济，第2个军事经济就是一带一路，一带一路是地缘政治的工具，这第一个。第2个军事，所有的一切为军事服务，寻找军事基地，建立海外的军事基地。第3个就是对美政策对美政策实际上中国的整体对外政策的核心就是中美关系，对美国的政策。对美国的政策涉及到台湾问题，涉及到整个的东亚的局势大体上这4个方面。就过去你可以看到这个响指模式其实在去年到现在这小1年的时间范围之内，它是强化了，不断的在强化的过程。所以我们讲响指模式它有几点。第一点，党内的权力斗争，中共党内权力斗争。中共党内权力斗争为什么跟响指模式有关系？通常来说党内的权力斗争，谁的政策越激进，更激进，他越容易获得支持。这就是响指模式为什么会有响指模式的原因，这是第一个。第2个，习近平的极端专制模式其实是没有退路，他要建立他的不受挑战的权利，不受挑战的地位，他要做的动作必须是铲除他的政治对手。那么当他在铲除他这些政治对手的时候，就会引发什么？引发仇恨这仇恨就被引发仇恨的后果是什么？他没有退路这是第2点。第3点，我最近听到一些说法，就是这个响指模式它其实背后有一个所谓的为战争做准备的这种说法，站得住脚嘛，说为了做这个是为了准备打仗，搞那个也是为了打仗。这个说法站得住脚吗？我觉得是站不住脚。为什么？有2点。第一点，邓小平的其中一个政治遗产是什么？就是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内，世界大战打不起来，这很重要。
改革开放为什么要改革开放？为什么有改革开放的这件事情？首先一条就是环境，这个大环境就是世界大战打不起来，那除非你自己打，你自己不打的话，这世界大战打不起来。所以以这个为前提，你会想一下，除非中共自己要打，那就是打台湾。否则的话，为战争做准备这个说法讲不通啊。那么中共自己会不会去打台湾？我还是坚持认为啊，那个上次我们讲过，对于中共领导人来说，包括习近平，台湾问题不是个战争议题，台湾问题是个政治议题。你可以看在前两年关于台湾问题喊的最响的时代，就是武统啊，这喊的讲的最火热的时代通常是什么时代？通常就是当他发现我在政治议题，作为一个政治议题，我没有办法，他才喊。你没有办法去喊武统，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个时候你反而是最弱的时候，你最弱的时候你去喊武统，你打什么仗？打什么仗？所以这是不成立的啊！从这个角度来说是不成立。所以我认为，战争准备这种说法是不成立的啊。那么还有一个说法，就是我前天讲的一个，就是决策模式的决定论。我们之前讲中国历史也好，讲一个正常的现代国家的管理体制也好，通常呢都是这样。你会有一个国家的领袖啊，国家的领袖相当于一家公司的 CEO， 他是干什么呢？他是制定战略啊，他是这个起到这个号召作用的啊，制定战略，告诉我们找到一个前进的方向。CEO 是干这种事情的啊。那么 CEO 下面还有一个 COO 是干什么？负责运作的。啊，你说我们要朝那边走，好，我就开始准备人员、准备物资、准备各种做好准备，就开始往那边走了。你得中间有个 COO 或者叫总经理啊，那他是负责协调，执行这些政策。大体上一个国家，从古到今都是这样，有一个皇帝啊，他是号召这个国家，孝啊，以孝治天下。我们大家要孝敬父母啊，我们要这个做好事，做仁人啊等等。皇帝是干这个事情，但是执政不是皇帝，执政是谁？执政是宰相，宰相管理这个政府，把皇帝这个宏伟蓝图去实现是宰相。大概是一个国家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形态。那你中国现在的形态是习近平把这个本来这个皇帝最上面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他是制定这个前进方向，那底下起统筹协调执行的是总理李克强。这习近平为了他的独裁统治，为了他的地位，把李克强给废了啊，废到什么地步呢？既不能管军事，也不能管外交，也不能管港澳台政策等等，也不能管金融政策，它变成了一个什么？变成这个总理变成了一个外交后勤部长，他只能管后勤工作。那习近平把大部分的权力抓到自己手上来，但就他自己制定政策的时候，他就失去了统筹的功能。你本来应该有个人在执行政策，另外有个人在统筹协调各个政策你这个政策一出来，我这边就麻烦了。你把这个水坝一挖，我这边淹掉了，我这边不能淹，那你水坝你想办法用其他办法解决等等。那这个决策模式就出了问题，这个决策模式就变成没有人去协调各个政策之间的平衡和优劣，这个国家就出问题。就是响指只针对个别
个别领域去打响指，他就不管其他的。为什么？因为没有人管这件事情，这国家出了问题，国家的决策体制出了问题。所以这是一个理论，这个理论我觉得都成立啊。一个是专制模式，一个是决策模式，还有一个就是什么？我们刚才讲中共党内斗争，你越激烈，你比如说像教培行业这样，教培行业其实是个非常激烈的政策。什么叫激烈政策？他觉得教培行业我们党没办法领导他们。没办法领导他们，但是跟我们的教育又有那么直接的影响，怎么办？灭掉它，灭掉它多激进，非常激进。这种激进，他这个口号一喊，我们有政治安全，影响我们的这个党的领导，这个调子一拉高，没有人可以质疑，没有人可以质疑，响指一打，这个行业就灭掉。应该是一个这样的过程，就是它综合了党内斗争的模式，又加上了什么呢？现有的决策模式以及现有的极端专制模式，这3件事情合在一起，就是现在灭霸的响指。这就是总之，习近平的政策就是脚踩西瓜皮，到哪是哪。他的最大的问题就是，他有这么大的权利，可是他啥都不懂，瞎搞一气。好，我们第一个主题我们就讲这里啊。那么下面我们讲第二个，团灭教培行业的政策已经落地啊。那么7月24号已经正式落地啊。那么教委现在已经通过行业协会啊通知啊教培机构的头部啊，这些头部就是最大的这些机构的负责人，跟他们讲，你们企业向高中、职业教育、终身教育、混合业态方向转型，教培行业这个已经开始落地了啊。北京市教委已经发出要求，各个机构即日停止义务教育阶段暑期学科课程，马上停啊。那么进行自查整改。完成整改后才能上线上什么呢？秋季新课。那么双减政策大家知道啊，减轻义务教育阶段作业负担、校内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双减政策啊。那么双减政策提到的休息日、节假日、寒暑假不得上课啊，你这些不上课你上什么啊？那就主要审查的就是这个啊。那么北京市已经就上市企业转制为非盈利机构的这个细则正在制定当中啊，会加快出炉啊。另外，并建议涉及青少年的教育企业啊，就是教培企业，应该坚持公益性啊。公益性的话，那就是非盈利了。素质教育企业半年之内不要尝试上市啊。那他不用提醒啊，他也上不了市，没人会去帮他做上市的了啊。那么各试点地方都在加紧制定这个细则，而且派这个官员去北京学习啊。那么接近教育部的人士说啊，双减政策涉及到数百万从业人员以及大量的家长已经因为现在的这个教培行业有个规矩啊，就是预付啊。你想一下，很多学校教培机构都已经收了别人的预付款，那么现在全面铺开，那你需要返回啊，这里面就涉及到很大的工作量啊。那么广东省教育厅发出通知啊，规范教培行业校外培训机构不得占用国家法定假期、休息日、寒暑假进行学科类的培训，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不得面向学生和家长销售周末、寒暑假、国家法定假期的课程。那么课时包已经销售的要征求家长的意愿，坚决予以整顿清理啊。那么通知说，校外教培机构不得开展学龄前儿童的线上培训，严格禁止
以学前班、幼小班、衔接班、思维训练等名义的学龄前儿童线下学科类的培训啊。那么北京呢，现在正在探讨一个混业模式啊，就是比如说开设混合型的班，从周一到周五可以进行学科培训，周六上数字课，业务上向高中、职业教育、终身教育发展，鼓励那个赋能校内服务。赋能校内服务什么意思？就是学校现在学校的这个放学呢就不让回家，那继续在学校待着，一直待到什么时候呢？待到这个家长下班这个时间这段时间都在学校。现在是让他们做功课，但是其实不完全，也没有那么长时间，所以就让这些教培企业去学校提供服务。为什么？学校搞不过来大概是一个这个方向那么就让他们改呗已经上市，现在就开始裁员各个企业都在裁员那掌门教育7月30号裁1000人裁了1000人，占着他们这个部门就研发岗位，产品研发岗位裁了1000人，占整个部门的70%那么进入6月份以来，掌门已经分多批裁减了销售、班主任等业务人员。那么这次集中裁员，主要是这个产品部那么其他的教培企业，包括高途、好未来、新东方，都在裁员涉及高途呢，就涉及上万员工那么仅仅保留个别地区中心的运营然后分析第一，上市企业它现在是要从工商类转为民政登记因为你上市企业嘛你原来是一个公司就是工商登记，那你现在变成非盈利机构，就变成民政登记那你民政登记呢，你办学的结余办学结余就是你挣的钱，你就不能分红，你必须滚存去办学那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上市公司你要退市。其实讲到底就是这个结果。那中间有没有不退市的模式？不退市的模式应该有，不过呢，就没钱挣基本上是这样。这是第2个主题第3个主题我们讲这个，哎呀，我们超时了。讲这个奥运会奥运会2件事，第一个就是戴毛主席像就是8月2号，自行车女子团体，那么这个包山菊和这个张天使那么他在领奖的时候戴毛主席像章那么现在国际奥委会发言人马克亚当斯说，我们联系了中国奥委会，要求他们提供有关情况的报告，我们正在调查这件事情，中国奥委会暂时还没有做回应那么这个国际奥委会上个月放宽了这个奥运宪章的规定允许这个选手在任何场合，在尊重和不干扰其他运动员的情况下，做出单膝跪地的动作，但是颁奖台除外如果违反宪章可能被处罚。那么这件事情搞大了呢，这个中央电视台甚至央视的网站甚至把这毛主席像给批掉了，然后通知媒体不符合不要再发这个运动员戴毛主席像章的稿子这件事吹牛吹过头了就有后果。这第一件事。第2件事就是陈清晨，羽毛球运动员陈清晨在这个比赛的时候就是不断的我操一扣一个操这个后果又来了什么呢？韩国队
韩国队已经投诉啊，投诉要求这个国际羽联采取行动啊。那么现在后果是什么？不知道，现在还在等这个效果啊。大体上就是这样啊。好吧，那我们今天这两个主题，我就后面这两个主题就简单的说一下，好吗？好，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到这里，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进入互动之后，请大家不要聊天，四个，情况、问题、观点、情绪啊，谢谢啊。那另外呢，最近呢，有个网友叫这个周玉新，还有另外一个网友我没忘记他名字了，他把我们的节目的这个时间轴做在这个评论区，那么网友可以很方便的去根据这时间轴当的时间点去看不同的我们节目的内容啊，非常感谢，我明谢一下啊。那么 Helen 谢谢，Roger 谢谢，塔克亚马林谢谢 ，Jason D 谢谢 ，Nicole 弯弯谢谢。林立基，谢谢。台湾运动员选手这次奥运表现突出，而且选手在赛场上进退有据，与人和善，国民与有荣焉。请王老师共同分享我们的喜悦，谢谢。那么另外呢，我也特别在这里提醒一下，请大家关注我的推特号跟脸书号啊。那么可以关注我推特号、脸书号呢？主要是希望大家能够来参加我们的直播啊，有的时候网友收不到我们的直播通知，那我们会在直播开始前把这个直播的链接发到推特跟 Facebook 上面啊。好，提问，朋友在某省的发改委任职，关于教培行业团灭，他说房地产去金融化，教育产业去资本化，医疗产业去商业化，请问王先生，这三个行业的政治纲领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全面国有化吗？这三个说法都是简单化的说法，不准确啊。教培行业去资本化肯定是不准确的啊。教培行业就是团灭，就是按照现在的规矩、现在的要求，教培行业基本上可以关门，所以不是去资本化，这第一个。第二个，房地产去金融化肯定是不准确的。房地产要是没有金融的话呢，房地产就直接就消灭了，所以不存在房地产去金融化这件事情。房地产它现在是两件事，第一个，控制资金进入房地产，无论是开发企业还是购买，是第一个。第二个，控制房价上涨，就这两个。至于这个医疗业去商业化，医疗业本来就没有商业化啊。医疗业大家以为这些医院使劲的盘剥你是商业化，不是。商业化是什么？商业化就是市场竞争，开放市场，那叫商业化。医疗行业它不是商业化，是割韭菜化。那他现在的做法是什么？割得太猛了，割少一点，仅此而已。医疗行业从来就没有商业化过啊。国有化呢，国有化这种命题太空泛啊。国有的其实很简单，就是政府把它收过来，就叫国有化。那你现在有没有看到这三件事情发生？医疗行业不存在国有化，本来就是医院都是政府的啊。教育呢，教培当然不是政府的，他也没打算，他只是把它灭掉，他都没收它。房地产也没有国有化，所以，这种太空泛的论述不支持。观点，我的英语培训老师开了一家小型英语辅导机构，前2年乳腺癌歇业1年，做手术花了好多钱。去年刚刚恢复教学，刚刚有点进账，今年又遇到这个政策，收入又断了，真是太难过了。OK， 提问，我收到的信息是教培头部企业在裁员，请问王舍，3、4线城市家教和托管类的行业什么时候才能够烧过去？你着急吗？你等不及了，我不知道什么时候烧过去。
家教其实我们在讨论的是什么？我们讲的教培行业讨论的是学科类的教培行业，它灭的是学科类的。那你兴趣班是不是呢？当然不是啊，兴趣班跟这没关系，兴趣班上不了市啊。我们现在见到的什么高途啊、好未来呀、新东方啊，它挣钱的业务都是学科类，学科类它才能挣钱，它才会被整治。你练个钢琴，搞个兴趣班，跟这个没关系啊。所以我们要搞清楚发生的是什么，好吗？观点比喻十分贴切，独裁就是拥有灭霸的响指，这就是特征，历来如此。中国5000年没有变，争夺的就是灭霸的响指，非常对。观点教培行业阿里罚款，孙大武入狱，打击饭圈，打击网游，所有目标都指向一个目标，所有行动都指向一个目标，保证房地产行业的流动性充足，给房奴留下充足的钱还贷。除了房地产，其他流动性抽水机必须灭火，否则财政马上崩盘。不同意，没有关联。我认为这个观点是不对的啊。观点停止课外辅导，并不能改变国内竞争和求生的环境。如果工作好找，就业机会平等，不论哪个行业都有社会地位，那么停不停又何妨？现在反而多一堆下岗人员，有条件的家长仍然会想尽办法让自己的孩子获得提高的办法。病毒的话，封锁是有效有特效，但是就像止疼药，不是根除的良方。这仍然不是我们的主题啊。团灭教培行业的目的是什么？团灭教培行业的目的是消除一个它控制不了的又和意识形态有关的行业，这是叫团灭它的原因。情况我可以证实，关于音乐教材的事，好友多年前创作的一首歌曲入选某省音乐教材，虽说歌曲还行，但是作为教材不太够格。入选的原因是教材需要达到一定的国产化率啊。OK， 观点：国内的技工学校还没毕业的时候，学校就作为黑中介，把学生低价卖给工厂工作。每年都有很多技校高职学校的学生在工厂自杀，高职远比大多数善良的网友要想象的黑暗的多，非常对啊。观点：经济规律建立在增长之上，经济下行的情况下，养活全世界最大规模、最低效率、最集权的国家机器，只能从13亿人口里夺食。对外经济规模越是下滑，被捆绑的居民越是痛苦，难熬的还在后头。情绪，一个健康的社会要有多元的声音，它必须保护良善，让国民看到公正在运作。在80、90年代，上苍给两岸朝这个方向、朝这个目标前进的机会，台湾人迈进了，中国却裹足不前。现在甚至出来这号灭霸，中国人何其不幸？观点：一个民选的政客最忌讳的就是犯错，一旦犯错，他在选民心中的形象就会直线下滑，下次选举可能会因此落选。所以长久吃民主这碗饭，不仅所言所为所行要符合他的选民利益，还要保持高尚的政治素养。像中共那些二哈，这个说话都逻辑混乱，出的政策完全是反面教材，这要是在民主国家早被弹劾了。情况8年前在国内给孩子看病，临床的孩子父亲在一个研究所工作，主要工作是维护军舰，据说军舰的维护费是8000万，实际拨到他们研究所的经费也就400万。我当时听完就明白了，打什么仗，打谁都打不赢。观点：
最近中国的一些影片在嘲笑日本这次奥运会用了很多的再生材料，而不是花大钱去做新的。在这样的民间的看法下，资源回收会成功就有鬼了。资源回收的推动需要观念上的改变跟全面的教育，显然中国在这个方面就做一些表面功夫。中国在想尽一切办法嘲笑任何国家，任何国家他都要嘲笑，为什么？他就是要建立一个这样的语境啊，恨外国，讨厌外国，小看外国，鄙视外国，只要是外国的都是负面，这就是中国现在的语境和舆论环境。为什么？那就是你乖乖的在国内待着不挺好吗？做韭菜，想割的时候就割一下，这就是中共的想法。提问：王先生如何评价国际奥委会的政治中立性？没有什么好评价，看他怎么做呗。这里面是有一系列的操作的就是说你给他怎么定性，你只能看他的行为，对吗？政治中立，能不能政治中立很难。为什么？因为各种政治势力都在影响他，他想中立也不一定能做到。提问：请问王老师，今天新华社发长文，美国同盟体系七宗罪可不可以看出 CCP 和西方国家正面对抗的檄文？我没看。最近新华社、人民日报都在发这种长文，主要还是洗脑吧。檄不檄文，中共从建立的那一天开始就把西方当敌人所以他一直在做这个事情。提问：去年至今，大陆护照申请通过率极低，导致一年只通过了33万份申请。请问王老师，这背后是否有政治考量，还是单纯的因为疫情的原因？疫情是个理由，毫无疑问，疫情是个理由，而且这个理由足够强大。背后有没有政治考量？背后我觉得也有一些，也有它的政治意图。什么叫政治意图？就是他通过这件事情可以告诉你，我不想给你，你就拿不到这其实是人身控制的一个方面这个我们以前说过。好吧，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